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日本大胃王比赛中的10位最著名选手，而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就是曾根菜津子，一个在大胃王界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曾根菜津子被誉为暴食女王，是日本大胃王排行榜上的佼佼者。与传统印象中大胃王往往体型丰满不同，曾根菜津子是个例外。她身高1.62米，体重仅45公斤，不仅拥有靓丽的面容，还拥有令人羡慕的身材，因此也被称之为辣妹曾根。她的食量惊人，30分钟内能够轻松消灭184个寿司，303个饺子，巅峰时期一次性能吃下24斤的食物。曾根的天赋让人称奇，医疗团队曾对他进行过检查，发现他肠道内的菌群是普通人的5倍，新陈代谢速度异常，即使是在睡眠中也保持着旺盛的活动，连医生都感到惊讶。1985年出生的他，在2007年的电视冠军节目中崭露头角，外形亮眼，吃相优雅，让他在众多大胃王选手中脱颖而出。爱美的曾根菜津子甚至在比赛中也会停下来补妆，但这并不影响她的表现，她依然能够轻松夺冠，成为大胃王。如今她逐渐淡出了竞争激烈的大胃王界，转向美食节目发展。在2012年和2016年，她分别迎来了2个宝宝，生活过得非常幸福美满。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日本大胃王界的热门人物木下佑香。许多人可能已经看过他的吃播视频，那些视频让人看得食欲大增。木下佑香常说，他希望在一个更自由的空间里分享吃东西的喜悦。他有着可爱的外表，但更吸引人的是他那惊人的食量，一顿饭的量足以媲美普通人1周的食量，而且怎么吃都不发胖。木下佑香在2009年的火力全开大胃王的比赛中首次亮相，获得了广岛地区的第2名。2013年他再次参赛，赢得了大胃王比赛的亚军。虽然他在比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但他在后来的发展却是非常成功。2014年，木下佑香加入了一家网红经纪公司，并创建了自己的媒体频道。如今他的频道已经拥有540万粉丝，自媒体经营的有声有色，收入也相当可观。在日本大胃王的辉煌历史当中，赤坂尊子的名字占有一席之地。她是1992年至2008年间大胃王界的女王级人物。1994年第4届电视冠军大胃王比赛当中，赤坂尊子以其惊人的食量崭露头角，一举夺冠。当时以40岁的她，外表温柔优雅，却拥有一个无底洞般的胃。她曾一口气吃掉了62盘寿司，最高纪录是1小时内吃下7.2公斤的红豆汤，且依然面色不改。尊子对甜食情有独钟，他曾说只要有甜味就能够增加食欲，因此在比赛中他总是会在水中加入大量砂糖，以持续提升进食的速度。然而2002年，一位日本爱知县的高中生因模仿大胃王比赛中的选手而不幸噎死，导致日本立即停止了所有相关竞赛，赤坂尊子不得不选择隐退，转行成为一名保险业务员。2021年，一档节目找到了已经66岁的赤坂尊子，他看起来脸色有些憔悴，与过去神采奕奕的模样大相径庭。节目邀请他再度参加大胃王的比赛，希望能够重现当年的风采。但赤坂尊子透露，数年前他曾接受过盲肠手术，食量已经大幅减少，近10年来都未曾暴饮暴食。面对满桌过去最爱的甜食，他也只能够喝下6碗甜汤，与全盛时期相比，落差巨大。在日本大胃王的璀璨星河当中，小林尊以其非凡的食量和俊朗的外表脱颖而出，被誉为大胃王界的小林王子。自2000年起，小林尊开始在赛场上崭露头角，但不幸遭遇了日本对大胃王比赛的抵制风潮。面对这一挑战，他没有气馁，而是在2001年转战美国，开启了新的征程。在美国，小林尊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发展。从2001年到2006年，他连续6次夺得内森国际吃热狗大赛的冠军，创下了12分钟内吃完50个热狗的惊人纪录。到了2006年，他更是以吃掉近54个热狗的成绩，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201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场盛大影视比赛当中，小林尊以半个小时内狂吞337只鸡翅的壮举夺冠，并刷新了该赛事的纪录。2009年，小林尊的成就得到了国际认可，被 CNN 评为亚洲伟大的体育英雄之一。2020年，他以神秘嘉宾的身份重返火力全开大胃王的比赛，这是他时隔19年的首次回归。尽管岁月流转，小林尊的风采依旧，他的表现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大胃王界的地位。如今，小林尊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他的传奇仍在继续。他出版了一本书，记录了自己的大胃王生涯，也算是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在日本大胃王的辉煌历史当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不容忽视，她就是被誉为魔女的菅原初代。自2007年首次摘得火力全开大胃王比赛的桂冠以来，她便开启了一段传奇般的征程，获奖无数，实力之强甚至让节目方不得不对她实施禁赛。她最近一次夺冠是在2021年，以女王级的实力，至今仍令无数新老选手敬畏。菅原初代对米饭情有独钟，他曾创下一口气吃下约9公斤的茶泡饭和8公斤的海鲜饭的惊人纪录。然而，他踏入大胃王世界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心酸的往事。他与前夫频繁争吵，儿子又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为了排解情绪，他开始暴饮暴食，没想到竟然意外发现了自己在大胃王领域的天赋。遗憾的是，菅原初代在2022年6月被诊断出患有大肠癌，此后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到了2023年的3月16日，菅原初代的经纪人向公众宣布，他已于3月9日离世，享年59岁。这一消息让无数粉丝纷纷涌入社交平台，哀悼这一位大胃王界的传奇女王。在日本大胃王的璀璨星河当中，山本卓弥与白田西川三人的对决成为了大胃王历史上最经典的对决之一。三人实力旗鼓相当，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山本卓弥最终击败了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2013年秋季，山本卓弥再次复出，参与了被誉为大胃王史上最强战争的比赛。他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2012年的王者怪物木下，再次登上了日本大胃王界的顶峰。山本卓弥的成就不仅限于赛场之上，他从京都厨师专门学校大和学院毕业之后，曾在大阪希尔顿酒店就职，并获得了河豚加工许可证。2016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居酒屋，生意兴隆，经营的有声有色。木下智弘在日本大胃王界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以其惊人的食量和比赛中的卓越表现而闻名。2006年的秋季，他首次参加了火力全开大胃王的比赛，但因中暑不得不退出比赛。尽管遭遇了挫折，木下并未放弃，他在2012年的复出之战中一举夺冠，震惊了所有人。他那瘦削的身材下隐藏着巨大的能量，曾创下90分钟内吃掉12.4公斤的食物的记录，打破了之前由巨人白田保持的10公斤记录。然而，木下智弘的名声并非一帆风顺，网络上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许多人质疑他在比赛中未能够将食物吃得干净，这些争议让他的形象受到了影响。2013年，他再次参赛，但这次他败给了山本卓弥，此后便淡出了大胃王的比赛舞台。更令人唏嘘的是，有关木下智弘饮食失调、患有厌食症的传闻四起，使他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选手。在大胃王的传奇故事当中，白田信信的名字响当当，他不仅拥有惊人的食量，还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辉煌成就。18分56秒内扫光10公斤日式咖喱饭，36秒内解决20个寿司，1个小时之内更是能够吃完22碗超大份的牛肉盖饭，这些记录至今无人能够突破。而他那1.95米的身高也让他赢得了巨人白田的称号。2001年的4月，白田信信在电视冠军大胃王比赛中首次亮相，便以亚军的身份出道。同年9月，他更是一举夺得全国冠军，开启了自己的全盛时期。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高达3000万日元，成为了大胃王界的佼佼者。然而2007年，在火力全开大胃王比赛中取得2连胜之后，他选择了光荣隐退。长期的大量进食让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这也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退役之后，白田信信在大阪开设了自己的炸串店，并亲自在第一线为顾客服务。
他的店很快成为了粉丝们朝圣的圣地，大家都争相前来与这位曾经的大胃王巨人合影留念。射手石佑大本名西川广信，这位年轻的大胃王在2001年首次亮相电视冠军大胃王比赛，便一举击败了当时备受看好的巨人白田，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彼此间既竞争又相互激励的好友。那时的射手石佑大年仅19岁，还是藤田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2002年大胃王比赛遭遇停播，射手石佑大不得不暂时离开赛场。2005年，他以西川广信的名字重返赛场，并获得了西川医生的亲切外号。遗憾的是，在那年的比赛当中，他与巨人白田双双败给了山本卓弥，只能够屈居亚军。在经历了2年的沉寂之后，射手石佑大于2008年再次复出，并以无可匹敌的实力战胜了山本卓弥，重新夺回了冠军的宝座。然而在他的事业达到巅峰之际，他选择了隐退，告别了演艺圈和电视圈，仿佛要与他8年的大胃王生涯彻底划清界限。他不再参加任何通告，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医生的职业生涯当中。如果可以，你想成为一个能吃很多却长不胖的大胃王吗？还是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与聆听，记得订阅与分享我们的内容，我们共同期待下回再见。